家好，我是沈姐。大家好，我是准妹，我们就是神准姐妹花。今日小代志嘞。哦，是安尼啦，因为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有非常多人呢感受到这个风水啦，它的神准的力量，所以呢，大家都来传真、来 email 来下推，哇，信件如雪片般给它回来。我们今天呢，从万丰当中整理了4项就是讲你那风水上面问题，我们都会帮你来解决。请讲这个台中的陈小姐，她觉得说她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上班族，样哥。工作了那么多年了熬都没有加薪，常常呢加班加到身体也变差，加到男朋友也不见，辛苦呢，加到你知道家里对生命都没钱也没变多，所以他希望知道说有什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工作可以升迁的这样的好风水。那是台中的嘛再来那个头婚的林妈妈，头婚林妈妈说她家老公工作运都不顺啦。而且不止他，家里的小叔小姑也是都在待业中啦，公婆也都很担心啦。结婚没看。哎呀，平常时做生意都在操劳全家，想说家里的风水可不可以改一改，不要那么命苦啦。对啦，哎呦这永和王小姐嘛是同款啦，可怜单亲妈妈一个带一个16岁的好生腰是滚。对呀可是你想说妈妈已经这么辛苦了，自己养一个小孩，结果呢和儿子关系结冰。不好，结冰，对，他的关系很冷冻结果一进到屋子里面，的玩家的口角，所以经济也不好啦，家庭也不和谐，很困扰。所有来的问题都是辛苦的女性朋友。其实我们2个也蛮辛苦的，对呀，我们也是妈妈呢，对呀，也是要顾家，然后出来要工作，还要看风水，对呀，还要这边点什么神姐、准妹，你看辛苦啦，对不对？对，现在女性在职场上也辛苦，在家庭上更是辛苦，要顾好呢这个面面俱到，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有好风水来改善我们这些辛苦的姐姐妹妹们？怎么办呢？你们的苦就是我的苦，我是神经风水师，配神准姐妹花是天下无双。你是单亲妈妈吗？你又为财运而苦吗？你会不会因为权力而下放感到无奈呢？这一集告诉你如何求财，提升你在家中不可超越的地位。神准风水师等你一起来共享这个美丽的时光。神经病，风水师我的金是谁准你自己在旁边想一个 slogan？ 是金是精神的金不然是什么？金金的金啊！哎呦，那个刚讲的，那个三重陈妈妈的问题你们是有这个问题。三重陈妈妈说她最近停经，问你可不可以帮风水改一下，让她再来啦？那个我自己有同样痛苦。真的，我们周边有很多这个女性的朋友都非常的辛苦。是，例如说我们这个，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小蜜来，来，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呀，你看，它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来，整个社会的缩影，真的你看看她原本那个什么清秀，然后动人，对，原本纤细，瘦如柴，40公斤。对，她发了通告，发半年之后还在通告，还在发通告。你看都没有往上升，薪水也没有加什么东西都不要演啦。什么东西都一直在涨，就薪水没有涨。对啊，所以风水不要敲门打墙，也不要大兴土木，只要不转台，就会找到你要的答案。现在的女性的确比男性辛苦。根据人力银行调查，男性获得的保障比女性高，就连平均月薪，男性也比女性多出1.26倍。所以说，不论你是命苦的上班族、菜篮族，或是单亲妈妈，今天就要来教你轻松持家赚钱的好方法。而今天我们要帮助的人就是刘一星，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她，年纪轻轻就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她更明白，女人就是要靠自己。欢迎一星，一星其实在演艺圈也蛮长一段时间的，对，今年也很辛苦，从07年到现在4年了，4年多时间，其实也不错啦。对，4年多时间，大家都已经家喻户晓，大家都认识你。是，只是形象不太好，大家都讨厌我而已啦，但是还是了解我。哪有？真的吗？你们喜欢我？好啦，算了啦。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在那个一星的家里会发现。
其实你们风水还不错啊，看起来 view 很好，对，然后家里还蛮温馨的，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学区，因为我以前是住这附近，对我很喜欢民生社区，所以你这边是用买的？买的。那你搬来这里多久？搬来这里07年3年吧，3年而已。哦，等于是一进演艺圈就住在这里了。进演艺圈之后奋斗了一阵子才搬过来，因为我们家之前住大直，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好像地震，家里就有点裂痕，然后裂痕之后有一天我出国的时候，发现我们家地下室的书房的天花板就是掉落下来啊，然后人还在国外哦，然后我妈打电话给我，之后我们家就连夜搬走了，因为大家不敢住。好了，所以你今天大概的风水需求是什么？风水需求就是希望那个财运更好，工作更旺，但是时间可以多一点自己的时间，不然就好累哦。你这样会不会很矛盾啊？矛盾。多一点自己的时间不用赚钱，每天在家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没有，就看工作量可不可以少一点，但是那个可是你说去对谁下符水，换一笑点，每天送钱到你家，那也不错啊。然后给我大工作，他的心愿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啊，大家都希望说我工作可以时间不要那么长，然后值可以提高，然后那个单价可以提高，对不对？一个 case 就可以赚很多钱，对啊。去学詹老师嘛，去看一下风水，要收上5-8万。有神有准。你又在帮他广告了，那提高行情的话，对呀。从一进门，我们可以发现玄关、饭厅都是镜子，究竟这是福还是祸呢？而在这窗明几净的客厅里，什么风水有助于刘一星的事业？什么风水又会毁坏他的人生呢？哇！一进来一星家里啊，其实就是看起来就是我们非常的。还蛮传统的感觉哈，就是一个餐厅、客厅，然后感觉简简单单的。对，是有谁住在这边？就妈妈、姐姐、弟弟跟我。然后我们当初其实我不知道风水好不好因为我们其实觉得说，因为玄关开的比较小，所以我们就弄了很多的镜子。那这样看过去，觉得好像空间多一倍，会变大。对我个人觉得应该算是蛮聪明的吧。不得了，不得了，应该是还不错。不要称赞我，以后会跳起来。我也知道我很聪明。这个镜子，哇塞！我们请詹老师好好来跟大家解说一下。还不错哦。我跟你讲，镜子有3个忌讳。对。今年大学联考可能会考啊。哪一家大学？哪一个科系？私立学校。独立招生。镜子3大忌：一，镜子不能照在椅子的背后。有这边有一个，那边也是一样。这个椅子的背后也是一个前朱雀后玄武，我们不希望后面有空的，形同虚设，没有靠山。屋外找远景，屋内找靠山。没有靠山的座位，形同虚设，就没有凝聚力，也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件事。第二个，镜子不能照床，因为我们的魂常眼魄藏于肝，晚上的魄会离开身体，往镜子乱窜乱钻回不来。第3个，镜子不能照门，形成门对门。可是镜子第4大禁忌是50年来没有人敢讲的，就是镜中有镜，鬼魔入镜。哪有？上礼拜郑老师来讲过啊。而且你们有3大忌，第2遍4大忌，最后这个真的是大忌。有一些是不常见到的，了解。譬如说我们做的舞蹈教室。或者是服饰店里面的更衣室，真的一定要2面才照得到啊！你想想看，这是我们平常是3度空间，因为这个镜子的关系，创造了4度空间，会引来了鬼魅、藏阴、招阴的危机。所以我们时常看恐怖片，一定会知道这个情景，不是他们制造的，是传统的一些风水有这样的格局，反而引来一些鬼魅。所以像他今天就很明显的犯了这个大忌，因为这边一面镜子，这边有一面，然后后面对一面镜子。像这个镜子我很喜欢，是因为要出门本来就是可以当穿衣镜，那这个可以把它拆掉啊？不是可以，一定要拆。可是这样看的空间比较大啊。有得必有失。对啊，你在满足了你的视觉，却苦了你的荷包。这样空间很大，你可以看到阴阳界的，超大的空间。哎呦，到第3度空间真的看太多了。用一个薄纱还是窗帘把它盖住。基本上我会建议来宾以及观众朋友用雾面的贴纸把它贴一贴，就可以就可以了。猜。
镜子适时的运用，让空间感变大，的确可以提升运势。不过过度的滥用，却会让你陷入厄运之中。除了武道教室等营业场所，家中不宜有镜中镜的装潢。而紧接着，我们来到采光良好、格局方正的客厅，大面窗户看似远景无限，不过却有致命的危机。问题多多的客厅，就连财位也出现大麻烦。艾丽，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客厅，其实客厅还是代表男人跟男主人的地位。那它符合了明厅的一个重点，就是客厅是明亮的，非常明亮，采光好好。弟弟啦、爸爸啦，还是有阳光的一面，但是集中带凶。因为我们知道窗外是看远景，门外看前途。我们窗外既然看到这么可怕的，到底窗外潜藏着什么骇人听闻的煞气呢？厨房5大禁忌，你不可以不知道。通常女性会犯的灶神5大忌。原先这里可能是有个柜子，对啊，我特意把柜子打开。你把这个拆了，反而造成自己后有小人，堂无财位。但是因为现在家庭真的很多人喜欢做开放式的厨房，对啊，这就是让女性朋友很热，至少我们这个房很热，为什么要这样？干脆把瓦斯炉搬客厅算了，好不好？你家也有风水问题吗？请传真至以下专线或上未来官网查询，小珍、佩珍就会到你家帮你改善风水了。因为我们知道窗外是看远景，门外看前途。我们窗外既然看到这么可怕的4颗药罐，所谓药罐煞，就是窗外看得到像药罐的水塔，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你说那4个水塔是不是就像现代人好像打点滴的感觉，古代就是那个中药有没有？对，有形就有煞，而正好这边是客厅，所以比较主要是影响到男主人的身体。哎，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哦，是我们这样看到我们的风水比较差，还是住在那一栋的风水比较差？对，他们上面有煞物本身居家是煞物，不代表会伤到他自己。有的甚至于有玻璃围屋的房子，里面的人都很顺，他把不好的煞气啦、反光啊，通通还给别人。煞物内不算煞。看到煞物的才算煞。对啊，所以你们家里都有对，看到你才算煞。差不多就这意思。这个意思。那可是因为每一栋一定都上面都会有水塔，那这个你说的很好。我们是以远近距离比例大小，这个一看上去就是比例非常大，很清楚。如果是很远的远山的药罐，那就不在此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帮他做一个建议，还是以最便宜的方式，对，贴一些雾面的贴纸，可能贴1半，以坐在客厅看不到为原则。那我们家这样不是就没采光了？不好意思，我讲的不清不楚，是我不好。你知道要去哪？可以不要跳呢，可以贴。这样我们等下没时间。贴1半的情况之下啊，以人在客厅看不到为原则。你是说我们坐着的时候看不到吗？站着。他站着。对，叫做去形除煞。那你还再下来一点。下来一点。对，他再贴到这里。啊，没有啊，这样1半的风景山也都遮掉了。不是的，贴这个下面也可以。啊，也是上下你自己选。他的意思是说，下面这边贴上来是。对，啊，就下面这边是雾的，下面是透。对。那么也可以做这个主座位的。你惊讶什么？它就是一直破坏人家的装潢。我想说这样能看吗？我就是在卖这组贴纸啦。他的意思是说，让这个座位的人背后其实也有个靠山，同时又看不到不该吃的药。那么来自于天的阳光，那么造成客厅的光源还是很好，是一举3得的建议。因为你现在讲说这边是那个针对男主人嘛，对。那如果家里完全没有男主人，都是女生的话，还需要贴吗？还是要，因为堂为首。堂就是我们的脸。是。那个厕所就是肾脏。对。那窗子就是眼睛。那脸里面有嘴巴就是门。向宅如向人。所以还是要注意。所以Hello Kitty家没有门嘞。哎，真的耶。那走出去。这么方正的客厅实属不易，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外面的药罐煞。其实只要贴上雾面贴纸，
眼不见为净就可以化解喽。而撇开药罐煞不讲，我们又发现更惊人的东西，就在弟弟房间的门口，竟然贴上了符咒。到底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贴上符咒？而更糟糕的是，这个符咒还贴错了地方。这个药罐上还是要把它化解，对不对？虽然很好的采光，但是还是有小小缺点。对，那还有我们在他的客厅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很诡异的东西，对不对？对，我刚才进来就看到了。非常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妈妈安的太岁。就直接在客厅大拉拉的贴一张符，这会让来的客人会觉得很诡异耶。真的吗？是太岁啦，10年太岁。新那为什么贴这个贴错地方呢，造成更多的危机，也可能有内神通外鬼的危险。记得一个原则，这个符咒仿佛有神在这里加持。第一个高度一定要比人高。那你干脆贴这里算了，高不高兴？不对嘛？气什么？是嘛？你这个概念嘛。他如果把虽然我来的晚，可是我讲的是真话嘛。所以他如果把往上移就好了。第一个标准是一定要高。第二个，我们中国人比较传统，如果是这个木头墙壁的话，后面不要有卧室，他后面又睡他弟弟的房间。如果是木头隔间的话，床铺的晃动，知道吧？哈，男女的晃动，造成神不宁。天神不宁，有亵渎神明的危险，所以他不能在里面做。如果是木头隔间的话，那个震动是影响到神位的。其次，那如果不震动呢？还是不好，影响婚姻，会震不动。不震动也不行啊，不震动是怎样？就不要交朋友了。我是他女朋友，一来他家，哎呦，那我心明，整个情绪就毁了。但是那个妖魔鬼怪才会被收掉，好不好？那就像你才好。懂我意思，就是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神明的一个象征了，所以在后面的话也会影响婚姻，然后做那个不好的事情也会影响情绪。所以后面是谁的房间？弟弟。你看，可是我刚刚瞥了一眼，看什么？你根本有看啊！我要看了一眼，里面是粉红色的。我弟弟说他弄粉红色，但我弟弟性向是正常的。记得一般我们的三合院，这就是类似我们的佛桌跟神明，对，一定是向大门口，员外坐前面，后面有神案、神桌，所以这个一定要向外。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贴在我们把这一个移来哪里？上面哦，这边呢，这边，摆在上面，看一下，摆在那个上面，这一面呢，因为这种的类似符咒的话，有镇宅辟邪除恶，防止鬼魅进入。如果不好贴的话，有很多家里面装潢可能正面不好贴的情况下，第二个你一定要向天，所以贴在这个上面。面对外面。我们一定是向天嘛，哈，迎神，不要这样，请神明护持我们家运亨通。你不可能说向厕所。对，这就怪怪的。对，没错，对吧？这就我把这个风水，宫的那种，我把风水的基本的逻辑概念跟科学的心理角度切入，这样。咦，爱注意哦，就这样那天呢？但是如果已经，譬如说像我们这样已经贴了，然后我刚刚发现说他用那个泡棉胶，对不对？粘得非常的紧。然后我们在撕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点破嘎，或者是没撕好，那怎么办？准备2个10块钱的铜板，或者点一个，然后去文具行再买一个，20块。但是后面的我会点香油钱，如果撕破的话了，好了，先给他拜一下地址某某某住什么地方啊，可能位置按错了啊，我借由宝贝的方式，请你给我一个杯，如果通过的话，再把它轻轻的移走。你用那个嘛，那个美工刀慢慢割，慢慢的，对啊，这样会对神明不好拿刀。我已经讲跟他沟通过了嘛，再把它拿下来之后哈，粘完之后，它到底有没有就位呢？地址某某某，那地址某个地方，在宝贝就来了就 OK 了。但是神也喜欢你贿赂他，在问之前放点五果或熏香、茶香 OK，闻香而来，闻香不是下马。对，进入家里面。其实这真的是重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去庙里面求福啊，或者求什么，然后回家之后就乱贴，或者是放错地方，甚至没有筊杯，然后也不问神明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就乱贴乱放，以为这样就好了，然后再发现说，哎，奇怪，怎么没有效？其实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做对，没跟神明沟通，没有跟神明可能不喜欢呢。对。小小符咒学问大，并不是有贴有保佑，而是要贴对地方哦。最好不要贴在房间门口，而是要贴在入门玄关处以及面对出气孔的地方。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寻找大家最想知道的财位啦。
对一个在台北独自奋斗的刘以欣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财位。而我们都知道，进门的45度角是明财位的位置。不过眼尖的观众可以发现，刘以欣的财位大有问题。但是没关系，张维忠有个化煞气为财气的妙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下，他们家你刚刚虽然说那个堂的地方是就是那个药罐煞，然后堂是代表男主人，可是这边这个家总是有个财位吧？对啊，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进门的斜45度角，应该就是那里啊。你们两位主持人也跟我闯荡江湖这么久了，对，好听的话只跟关心的人讲哦。什么很关心啊？这客厅哦没有财位。怎么可能？不是每个家都要。你看去看斜45度角这里就是啊，他还放了金鸡，是不是？对，金鸡哦哟，啊生金鸡蛋的耶，对啊，你看这个角怎么可能没有财位？第一个45度角有一个壁刀，叫做财位剑刀，财一来就被别人抢走、劫走、夺走。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财位见光为空灵，因为后面那他如果把那个窗帘拉下来，如果拿下来当然是好很多。可是还想说有神明在地方，给他多点阳光。不行，因为它后面是空。你这样压在它上面，这样鸡会生金鸡蛋吗？都把它蛋压破了。所以老师，我问一下，所以他如果说我们客厅像有一个这种柱子，对，然后它刚好就是卡在斜45度角的话，它就形成那个壁刀，所以它的财位不是就移到旁边，而是没有。我在教大家最狠的一招。教啊！既然能够化解煞气，而且又能聚财，不可思议的法宝，竟能让煞气化为财气。漂亮的刘一星会单身，都是风水惹的祸。非常可怕的是一个格局。对，你这床没有什么一个头个背的门，很严重的背门，因为这边属于左青龙，龙面代表你的男人缘，通通被切光了。真的假的？我们客厅像有一个这种柱子，对，然后它刚好就是卡在斜45度角的话，它就形成那个壁刀，所以它的财位不是就移到旁边，而是没有。我在教大家最狠的一招。教啊！一面镜子既然能够化解煞气，而且又能聚财。什么镜子？把这个部分，通通贴一面明镜。这一面而已。当然有得必有失，对不对？对。它这个镜子并没有在整个椅背的正后方。对。而且这里变成形成那个壁刀，化有为无。而且这个镜子里面化实为虚，变成一个洞的意思。对。那么就可以就所有的财源都往里面进去。那么以行煞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加分的。那他那个金鸡母还可以放在那吗？金鸡母是一个传统财神。我刚说过了，本命财神也是你妈妈跟弟弟的本命财神。传统财神，有人是财神爷，有的是弥勒佛，有的是文殊等等的。这个是属于财寿，只要你对他心诚则灵，有求财，每一家都有买这个，我觉得都还不错，可以考虑。所以他暂时那一面还是要放下来嘛。对，他这招叫做财寿入财香，我们是把发财的神兽入财香，多少当然有加分，但真正你们家是女孩子在工作，是关系到你们的发展。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女生的主要的财位还是在厨房。你们多辛苦啊，带小孩、工作、服侍老公，求个钱财也是应该的。对啊。所以我带你们去厨房发财。走。简简单单的财位就有2个大问题。由于刘一星的财位见光，要使用窗帘遮挡，才不会导致钱财漏光。另外，造成破财的壁刀煞，要在柱子上面装设镜子，才能化有为无。而接下来即将来到代表女人地位的厨房，不管是单亲妈妈、总机小姐、便利贴女孩，灶神就是你的财神啦！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如何发财啦！来哦，找财位。新的厨房还蛮大的耶。对啊，而且也是开放式的。对，因为那时候原本来的时候有柜子，我们可以把柜子打开，这样子大家在做菜就可以看得到对方。而且，对啊，你看你这样送菜，如果这边没有那么多东西，你还可以说3号桌，然后放在这里。没有那么多桌，5号桌。
没有，我以前很幻想自己就是家里的厨房就是这样啊，就是煮好放在这边，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把它端在那里，就很方便，妈妈不用这边走来走去啊。我现在先讲这个厨房开运的3个重点。好。厨房我属于灶火，火跟木是相生的，如果灶火越旺，代表家人凝聚用餐的几率更高，它的反射家里面的团结跟家和万事兴的一个代表。那锅子冷呢，灶不起的话，代表家人四处奔波，聚餐的机会很低。所以这个灶喜欢木，所以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取瓷砖，尽量用淡绿、浅绿的颜色，让木火相生。这是以色泽角度来跟。所以厨房尽量用淡绿、浅绿的颜色。这是第一个考虑。如果你很喜欢绿色的话，可以考虑。第二个就是我说的话，我们如果我超讨厌绿色啊，那可以，那就改成木头材质的。欧洲很多的厨具有没有啊？啊，底下是木头材质的。这个底下那种美式的，是像这样子的啦，对对。那第3个就是说，老师我都没办法，这费用太高了。那你可以在厨房的某一个墙壁上贴一个森林的照片。哦，图画森林的照片。那么有木器。你今天我够怂的，你厨房贴一个森林的照片，还是可以用一些。如果意境好的话，你在厨房放盆栽，就小盆栽可以吸油烟的，不行吗？这个建议很好，可是还会死掉，怕对啊，不好养吧？哦，所以属木的色系的瓷砖，跟木材质接近的这个建材，或是为自己造一个厨房的森林，都是非常好的帮助女人在家中灶火旺、食欲旺、钱财旺、精神饱满、民以食为天，这就是一个重点。好，那你说木头这家可以全部换，可是如果说像你刚刚讲那个假森林那个像有没有贴在哪一个方位？通常贴，如果罗盘的话，以偏南方为主。偏南方就是你的厨房偏南方，东跟南或东南这3个选择，放别的方向就不对了。那你罗盘看一下，我们这边放哪里用好？对啊，而且像很多那些银行啊，都会送出月历啊，那月历有时候是风景画，里面就是森林，这个罗盘是指北针，所以这边是南，这面墙这边可以贴一点你喜欢的森林盆栽的图片。那这边是属于老师这里有啦，有一点点啦。小碎花也算了，也算了，也看到。我看到的那边也有那个也算了，盆栽，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福地福人居啊。灶代表女人的财富，我们通常女性会犯的灶神5大忌。你说一般的女性观众朋友吗？真的假的？一般有5个大的忌讳，我们都会容易犯到的。说说看啊，但是本身女主人已经犯了将近3项。仔细数哦，今天你说她犯几样？他说将近3样，还有5项，然后将近3样，然后等一下大家数数看有没有3样。将近3样是可能会2啊，或者3啊，或者3多1.5这一类的，因为它将近3样，真的是有一半一半。好，但是我们真的要记下来，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厨房，如果我们犯了这些大忌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财运，而且是女生，对，所以一定要注意。注意啦，各位妈妈姐姐们，赶快拿笔出来抄。灶神有5大禁忌，顾好你的厨房就是顾好你的财库，千万别跟钱财过意不去啊！第一季本身很多的厨房灶前有窗，有窗很好啊，有远景啊。但是谁灶前有窗？很多妈妈是没有窗子。哦，传统的很多，我们看得很多。那第一个，他们说家里面的鲍鱼啦、香味啦、卤猪脚会让周遭邻居闻到，认为你家很有钱，这是一个钱财外露的危机。第二个，因为太阳直射，摆在这边的食物容易有坏掉，温差太大。对于一个女主人造事不顺，容易被公婆或先生骂。这也是代表钱财外露。这个他没有犯。第二个，这叫做灶口。第2季，灶口不能正对门，因为斜的还好，门有时候风来风去，灶火不稳。明明煮30分钟东西，要搞个1小时，容易被烧到。有的30分，有的10分钟就好了，竟然2分钟就焦掉了，灶火造成炊事也不顺。对，因为我们都是用瓦斯嘛，有时候那个风一吹，真的有时候会忽大忽小。对，那第3个他就犯得很严重。第3季，女主人在那边煮菜的时候，背后没有靠山，
你再过去一点煮就有了。别的煮。这时候靠山就是所谓的墙壁。对对对，如果这样煮的话，怪怪的。因为你在这边煮，怕有人看到。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煮的时候，因为你做开放式厨房，对，背后的没有墙壁，就已经变成没有靠山。对，那这样子会怎样呢？老师？怎么样？煮饭煮的心神不宁，专注力不够，有时候误差比较大。因为你会一直看说，哎，后面有谁来了？没有啊，有时候电视开着就是盯着电视，然后得行他煮啊。甚至于在切菜的时候看一看，切外面手指头可能切下去也不一定，就稍微夸张一点啦，对，容易有血光，会分析。所以原先这里可能是有个柜子。对啊，我特别把柜子打掉还做的造景灯，你看这个砍月的灯这样子多漂亮。你这里有个柜子，或是有个板子，叫做一柜望两财。一柜望两财。如果你这里用屏风的话，你的客厅多了个财位，又客厅多财位，帮男主人进财聚财，背后又有靠女主人安于炊事赚钱，生财有道。你把这个拆了，反而造成自己后有小人，堂无财位，都是我不好。所以他最好还是把这个柜子再做起来，再做起来，或做雾面玻璃，或做一个隔板之类的。就是至少是雾面玻璃 OK 啊，对，雾面玻璃 OK。但是因为现在家庭真的很多人喜欢做开放式的厨房，对啊，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这个空间大一点，而且我们煮菜也不孤单，比较美式，对啊，跟大家互动。对啊，可以帮妈妈打个蛋什么的。难道你不希望我们这样互动吗？都跟家人。不要往脸抹棉花，一个人窝在那喜欢看我们女性朋友很热，那我们这两很热。想一下那油烟味有多重？开放那个老公小孩进来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自己一个窝在为什么要这样？干脆把瓦斯都放客厅算了，好不好？瓦斯都客厅好不好？来煮菜哦，煮菜，来，不是嘛？你们太倔强了嘛！好，你们小妹瓦斯放客厅好不好？把书桌放这里好不好？妈妈煮菜跟考试哦，妹妹3+3等于6，你坐书桌嘛。要不要再放个床？吵完就睡了，睡觉。好啦，你就是要把我们关在厨房就对了啦。就女生就是要关厨房。哎，讲的我这个血压都快下不下去了。其实是为大家传统的一个照的概念，对，还是尽量就是配合，就是要配合，就是说要稍微忠言逆耳啦，良药苦口。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第4个重点好不好？第4大忌。哎呦，你还记得哦？我知道。第4大忌。梁压灶。梁压灶代表的话，就是女主人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钱财压力特别大。通常这个梁是男人在扛的。对。如果扛在瓦斯炉上面，就是女生扛。叫梁压灶神，女人心神不宁。你所说的梁是他做的这柜子吗？上是的，应该是上面有梁，他已经把它包起来，本身就有梁，已经把它包起来，包起来没关系，当然没关系，去形除上，去形除上，所以要注意一下。没问题。如果我们家里的灶上面有梁的话，就是要做天花板把它包起来，对，至少就没有看到，对，没看到就 OK。好的，第5个，第5大忌最重要的就是水槽跟这个灶不能紧邻。连接在一起，所以来看一下，这样子算有分开的，分得很开的，分了一个，对，分得很开的。哦，为什么不能连在一起？这样洗碗不是很方便吗？水汽的外溅会灭掉了灶火啊，对，灶火过热会影响到这边的水的一个流畅性，都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安排，叫做水火冲灶神。掌声鼓励鼓励，终于进入5大点了，而且真的5大点哎。让我们再整理一次灶神的5大禁忌：1. 灶前不宜有窗；2. 灶上不宜有梁；3. 灶槽不宜相邻；4. 灶后不应有门；5. 灶后应有靠山。以上就是厨房招财秘辛。接下来来到刘一星的卧房，看似温馨的空间，竟有让老师闻声色变的煞气。小心，你家可能也有的煞气即将出现。你们没有对门也不错啊，对啊，很好啊，不错的吧？不错啦。哎，你怎么放这个东西啊？什么东西？你是开玩笑，你真的是我不要看了。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东西让詹维忠落荒而逃呢？门没有对门也不错啊，对啊，很好啊，不错的吧？不错啦。哎，你怎么放这个东西啊？什么东西？你是开玩笑，你真的是
我不要看了。什么东西啊？他是怎么了？哦，终于可以亲近一下了。对啊，是好吵哦！不是我送回来吗？你不是不要进来？你不是要逃跑吗？我真的吓一跳，吓一跳什么啊？你怎么了？我去稍微稳定一下自己情绪。你真的很弱哎，只是一个可爱的小熊维尼，这么 Q， 然后你竟然怕成这样，被小熊吓到。大家真的是看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看大家真的看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维尼是维尼，你们是快乐的人，总是看到快乐的东西。对啊，对他们阴沉的人，有人是像我一样忧郁多虑的，就看到了尸体煞。没有。哎，这是日本最流行的，你懂不懂啊？这现在很流行。对呀，睡觉的时候就像有一个男生这样抱着你，懂不懂啊？一个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没有身体的形，抱着你睡觉。明明就有手，而且5只手指头有健全的。我们之前有看过人家开车子有没有？车门关起来一只手，对，或窗露出来，除了被开罚单之外，引起别人的恐慌，造成自己车祸危险的发生。没错，一样的意思。家中的房间就是要放一些我们所说的吉祥物，不能放的情况之下，不要放这个类似鬼魅的东西存在。就是很舒服。如果这个房子曾经假设有死过人，或是你住在铁路旁边，有人曾经被碾过的，他睹物思情，附在这个上面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该找谁来算这笔账。这样你说的也有道理。对耶，他们会看到以为是他们的手。如果你硬要挑战我的话，你可以写曾经发生过事情的人名字。不要。他写下去，你不怕吗？你就写张维忠，然后每天报他会被出事。其实我老师，可是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很有创意啊，就是知道说这种单身女子她喜欢靠在男性的肩膀，所以她做成这样的一个抱枕，这样子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还是我把手指头给剪掉？哎，更糟好不好？对，然后不就更没手？不是因为这样摆设带来灾难，是因为容易接近这样的东西，才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他本身就是吸引到这些无为不为鬼魅，或甚至他的周遭的朋友或亲戚都是鬼，都有容易有外伤的危险。所以这赶快要拿掉。好了，你刚刚看到的啦，一样抱枕，你可以选香蕉，对，香蕉抱枕、月亮抱枕，买2个香蕉缝起来变手柄。你知道很多型的，就会吸引到很多香蕉。香蕉的爱好者，对呀，还有月亮啊，那种我们怀孕的时候不是都会维明哥就会来。这种都比较正面一点吧，老师。除此之外哈，非常可怕的是一个门切床的格局。对，你跟床没有合。对，这个门有没有就像一个口一样的？对，有人说是类似虎口鬼方的意思。如果一个头在虎口下面或鬼方下面的话，睡眠品质是差的。第二个，这个像是有点睡不太好，真的会很累。第二个，你的头又背的门很严重的背门，又门切床，这边属于左青龙，龙边代表你的男人缘，通通被切光了。真的假的？你就说你没有男人缘啊！你刚刚讲了，就是这个原因啊！你都被他讲准了。拥抱鬼魅，切断男人缘。不是超找鬼吗？所以你都没有逃。你明明就是可以往里面稍微推一点点的，我来了就一套跟你讲清楚。好，那你就讲它还有更可怕的火刑房。火刑什么意思啦？特别设计的更衣室哎。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不好的格局创造出来的。哪里不好？就是我们先第一个吧，以门作为一个格局的划分，有门就有格局。对，那这个门原先他有他的想法，怕噪音，怕阳光直射，或作为一个衣柜，这个门切下去之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房间。对，这里面是一个三角形。只要居家或庭院后院有三角形的，我们称它为火刑煞，会造成在这个环境的人脾气暴躁、易怒或不耐烦。或是比较属于多虑型的。我真的想中，你知道吗？真的，因为啊，就是有一个人呐，我好像听说演艺圈有一个人，不知道谁啦，真的不知道谁哦，一次逼走7名助理。哦，是啊，有这种事。然后助理还打电话到节目里面 complain， 对不对？对啊，然后说还要跪下帮他穿小夸张。没有这种事，这绝对是误会。是他逼走7个，是因为他易怒。当然会这样子的，而且是这个房间睡的人哦，别人睡也一样会这状况哦。真的，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嘛，还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个性有点太急躁。哎，他都有多夸张，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市政，我跟你讲。哦，这个是证据的。哎呦，你这还有偷偷准备？没有，这个是林头的吴小姐传来的。听说
多夸张！他说主持人扣号给他前助理，然后那前助理呢就透露自己离职原因是说，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代表你就是一个肮脏的事物，不是肮脏的事物，就是他们一直觉得说可以再更轻松的。哪有？老实讲，你看我一个经纪人啊兼助理，我们一做在一起啊，一合作就合作了7年呢。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可以一直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我的经纪人跟我就是也合作5年，但是助理就是我会太急躁，我会觉得他们怎么动作很慢，我就看。而且你真的很夸张哎，说你看我们的助理帮我们买早餐嘛，对不对？可是呢，他的助理帮我买早餐呢就被他轰，不满萝卜糕没切。没有，才挑香瓜不够甜，苹果太酸，你不会自己去买？你这种报道，早点跟我讲，我就不敢来了。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就你知道，有时候人一急起来，难免就口气会比较凶一点。而且因为毕竟你是台面上的人，大家都在等你，会放大，所以就会放大你做的事情。对，那这也是有一点被你知道被大家传越传越大，对，有点被诬赖的感觉。基本上这个门先拿掉。第二个，这里有窗子，不要做太高的柜子，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对，有看到那个光。这边可以做一个平台的5斗柜。这边就可以。我没在卖，又5斗柜，这是另外做的，不是我卖的那个。可是他已经订好柜子在这里了，张老师。基本上就是这2个门，就是不要这个门就好了嘛。不要这门 OK。如果更理想的话，做个5斗柜的话，让它的天罗地网。地网变方的你说做到这边，对，拉起来它就是方的了。不是，它是门啊，它有形就有相，变得而且是房中房，包括我们所说的火刑房，所以这个门害了多少的少女，情绪跟多少助理，害了多少助理被赶走，多少助理失业，所以他的房间现在就是最主要把这门拆掉，做就 OK 了，这样助理就不会再换了，对不对？还有，我刚刚差点在这边下跪，冥香下跪，烧金纸。干嘛？又没有尸体。我现在想到手边毛毛的。对，你看现在晚上很难睡。你这个房间叫做神鬼共存的女子卧室，你看看，床头后面竟然有我们尊敬的观世音菩萨，很好啊。晚上就翻一翻，而且心情会平静一点。对，除了很多人会放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佛像之外，甚至那个佛珠也都放在床头，就是睡得很安稳。我必须要神佛护持，常伴青灯，我们无话可说。如果是一个高龄50-60岁的人，身有重病，或有心理障碍，或是睡觉心神不宁，不再求爱情的人，我们绝对可以支持跟认同。但是你是一个在追求爱情的人，你这样常伴青灯，就自入佛门，自己的自入佛门，在卧室里头。我觉得就是改卧室为佛堂，已经6根清净了，所以因为改卧室为佛堂，我觉得这有点不合主题。所以就是说，你会一直没有桃花，明明这么漂亮，然后又身材那么好，却没有桃花，就是因为你放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个移走，然后放一堆 A 片，好难照面。烂桃花啦，放一些百合的图形，手绘的。这样不是会有烂桃花吗？百合是好的，不是那种玫瑰、杏花。那所以我们家也可以摆百合吗？百合是好事啊，百年好合，夫妇和合。是吗？桃花不是在，就是这样，不是会招外面的桃花？烂桃花，夫妻之间在招桃花，你丢啊？对啊，不是那个百合会招桃花，百合是百年好合。是这样哦。怎么会不要放桃花？对，或者是喇叭花。他已经被那个牵牛啊，他已经被刚刚那个尸块吓到。对，常年累计2-3年的尸块之苦，总算在今天帮他破解掉了。昨天有托梦给你，我不要拖这个。好啦，那这样之外还有吗？差不多这样改进的话，3个月后我们打电话问他，就会有男朋友了。所以狗仔们已经可以跟着雷雨欣后面准备拍他的那个男朋友是谁。所以千万不要学其他艺人，讲不听又不肯劝。纵观卧室的问题，3角形的阳台形成火刑房，这也是刘一星脾气急躁，一连换了7位助理的原因。最好的化解方式就是用柜子填满多出来的尖角，使其更为方正。另外，床头摆放让人清心寡欲的神像，会有桃花不来的后果。好啦，其实我们现在赶快的快速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大致讲解一下，就是这边的镜子。对，赶快贴起来，做这个处理。对，就是镜中不能有镜，就是穿梭阴阳镜，对不对？然后呢，照厨房，老师你要不要再跟我们讲那5大禁忌？提醒。灶前不要有窗，灶后不要有门，
灶跟水槽不要相连，灶上不要有梁，灶口不见堂。对，灶口不见堂，就这样，灶口不见堂哦。然后呢，而且我们的刚刚讲到厅这边，就是我们的财位的部分呢，你们也讲解一下。如果说我今天进45度角就有壁刀，怎么画上？如果有45度壁刀的话，用贴一面镜子的方式，把这个壁刀画有为无，画实为虚，而且在财位那边等于挖了一个洞，那么就有钱财可进可出，进去。而且其实今天一心家里还有那个药罐煞。对，其实药罐煞就是把那个贴雾面，对，用雾面玻璃让它看不太清楚就可以了。去形。然后房间就是不要火刑房，会造成你就是容易发脾气。对，其实这些划掉的话、改掉的话，你就是非常完美，很快也会有好桃花。对，因为其实老实讲，女性现在这个现今的社会真的很辛苦，要靠自己。对，所以要靠自己。当然也希望风水可以给你加把劲，让你呢可以慢慢的这个更上一层楼，更旺。对，希望说你可以找到桃花之后呢，就是一个好的桃花，然后可以帮助你，就是不要那么辛苦，真的，对，好好的疼爱你的家人，好不好？所以今天沈姐对哦，准备下台一鞠躬。